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2号早上9点钟左右。刚才也就是没有到9点钟的时候呢，我听见门铃，然后呢，我就去打开的时候，发现呢有一个德国 DHL 的员工，他把这个快件交到我手里了。我拿到之后呢，感到非常惊喜。它是呢海外版拼多多 Temu 一个快件，我是8月5号德国时间晚上10点钟左右下的单，付的款。今天收到是8月12号上午，也就是呢不到1个礼拜我就收到了。我看了啊，就是下单之后，它那个可以追踪这包裹。我发现就是从某个国家，我猜那肯定是中国了，某个国家的始发地，然后呢到达当地那个地方的机场，然后清关，然后呢就飞行途中，另外呢就是目的地的机场，然后清关，这所有的信息都有。所以我猜这肯定呢，既然是中国的拼多多嘛，海外版那肯定是中国发货过来，而且是发快件啊，从下单到收到，你看1个礼拜都不到，所以对我来说已经非常快了。另外呢，我不需要另外交那个叫什么关税，也不用另外交那个手续费，因为按照德国这边的宣传，如果是你自己啊从中国或是欧盟之外的国家，网购什么东西，你要交关税，另外还要交那个6欧元的手续费给 DHL， 但是呢这个不用。然后呢，我分析了一下啊，它的发货地址，我现在拿到手的这发货地址呢是法兰克福一家有限公司，所以我就猜肯定是拼多多比如说在每个国家都建立一个有限公司，相当于代购。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人呢是中国人委托在德国的华人好，中国人也好，在德国帮代购，也是这样的操作模式。而现在是反过来，就是呢，相当于我在德国委托法兰克福这家公司，委托他在中国代购这个海外版这个平台上面订的货，然后呢，他统一，比如说统一昨天发过来，然后呢，法兰克福这家公司收到之后，他统一清关，然后呢再分包。所以呢，我拿到手的这个呢，它不是从中国发出的一个快件，而是从法兰克福的这家有限公司发出来的。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一种代购的模式。而且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我自己不用自己清关，也不用自己跑到德国的海关去，更不用交关税以及这个手续费。所以我觉得这种模式还是非常好的。其实我是怀着一种忐忑的心理啊，因为德国媒体对这个 Temu， 也就是中国版的海外拼多多，非常的不友好，就是宣传，不可能那么低的价格，真的这个东西非常便宜。既然那么便宜的价格，那肯定中国的东西垃圾货肯定不好。德国就是这样宣传的，就是便宜没有好货。还有，我还观察一下啊，就是这个海外版的这个拼多多，它的 APP 手机 APP 叫 Temu，连续几个月啊，都是海外，也就是中国大陆之外，所有网购的软件当中，或者是 APP 当中最受欢迎的、下载量最多的一个软件，不管是苹果的也好，还是安卓手机的也好。比如说我看了一下安卓手机的啊，从半年前吧，大概应该是拼多多可能投了很多的资来做推广，所以到处你打开你的手机或是电脑，几乎都看得见这个 Temu 它的广告，所以我觉得他投的钱还是有效的啊。我看了一下，就是过去3个月，每个月在海外下载的量3000万次左右。半年前到现在为止，一共下载了海外大概1亿左右了，1亿不得了啊，很多很多了，就表明呢，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在德国特别受所谓年轻人的欢迎，我已经不年轻了，但是我也下载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口号就是 Temu 它宣传的口号就是呢，像一个亿万富翁一样采购或是扫货。
也就是说花很少的钱，你可以买到很多很多很多东西，随便你那个扫货，就是这样，所以很受年轻人欢迎。我只想试试啊，看看到底我从德国相当于委托这家公司代购，从中国把货扫过来搬运过来，到底它的质量怎么样？我还没有用啊，我只是开箱，到时我用过之后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从整个订货的过程到我收到，我觉得整条这个服务还相当的不错，而且从中国发过来，我1个礼拜不到就收到了，已经非常快了啊。我没有特别贬低德国的网购啊，在德国，即使是同样是 DHL，在德国一般来说是从下单到你收到最快是2天，一般是3到4天，慢的是5、6天。所以就是如果你在拼多多海外版的那个 Temu 上面网购，收到货的那个速度，其实呢可能就是在比德国本国，也就是我们在德国境内网购，可能就是多了1、2天的时间，但是它的价格可能相当于在德国网购的同样的东西啊，可能只有1/5左右，甚至1/10。那这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么受德国年轻人的欢迎。而且我觉得德国成年人如果他知道之后，知道这个东西可能质量还过得去，那么我相信今后呢，应该是网购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听说不是听说吧，就是德国的报纸或者媒体已经报道过，在美国也一样，连续几个月，在美国，因为美国主要是那个苹果手机比较多，他们下载量最多的也是这个拼多多海外版。鉴于目前呢中西方这种矛盾，我认为啊，如果是拼多多有的时候形成了对西方零售业这竞争，我相信迟早这个 APP 可能会被西方政府通过这法律手段可能会禁止，因为它要保护他们本国的零售业啊，保护他们经济啊。而这个拼多多海外版相当于所有的除了比如说德国的或是其他国家这个物流公司受惠之外，其实德国的零售业还有其他的产业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好处。所以我觉得哈，迟早可能这个东西会在西方国家会被禁止，我认为啊，这是我的猜想。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现在是西方这个大的趋势吧，也就是由原来西方倡议的全球化，现在变成了去全球化，又是由西方发起的。好，我就打开了啊，看看到底有些什么东西。相当于开箱啊，我不告诉大家我到底买些什么东西，其实它是从各种各样的买家那里买的国内，然后它是刚才说的统一发过来的，然后在那个相当于转运，在法兰克福转运，然后发给我。哒哒哒哒哒，我们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个小的盒子我自己都忘记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蓝牙的吧，蓝牙耳机，无线的耳机，4块4毛8，4.48欧元，也就是人民币30多块钱。我在国内买了那个是20多块钱，也就是贵了10来块左右。哦，这不是，这个是那个免打钉的那个淋浴的那个座吧，就是倒是贴在那个淋浴上，然后呢，把这个淋浴的喷头把它加上去。这个是3.22欧元吧，20多块钱。在国内我看一下，大概也要10几块、20块钱左右。所以考虑到这个是通过 DHL 国际快件发过来的，其实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好，看上去好像质量还不错啊，我打开看看，看看这个手感怎么样。今天我就可以试了，应该是塑料的，然后呢镀了，相当于它的外观相当于铁一样，应该不错的啊。好，那看第二样了。这个东西应该是
在车里面的，那个手机架可以放，就是非常灵活的架到很多很多地方去。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多少钱，反正也不贵，可能2-3欧元左右吧。反正我这一堆东西一共花了34欧元，也就是200多块钱，300块钱都不到。这是第2样。第3样啊，这是一顶这个帽子，纽约的。纽约这是什么棒球队的吧？跟国内的拼多多的包装一样，其实就是非常的简陋。这顶帽子好像我忘记了花多少钱，我真的忘记了，到时我再看啊。质量还不错啊，这个我试试看，给大家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看看亮不亮，好不好？那我就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要买这顶帽子。其实我最喜欢是这个有汉字的，因为我不是告诉大家吗？我那个9月份我要去美国，我不敢戴这种有汉字的，因为美国的治安特别差，然后仇视亚裔，特别是那个中国人非常严重。如果我戴这种汉字的东西，可能会有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个在网上买这顶帽子的原因。并不是说我崇洋啊，我根本就不会，因为我去美国，所以我戴上这个，让那些人，那些对中国人或是对亚裔仇视的那些美国人，以为我是至少我是那个在纽约的美国人吧，为了我人身安全啊。好了，这是那个第3样东西了。还有这个小东西，这个小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漏斗。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大瓶那个酱油啊，我要放到那小的瓶子里面，这个东西呢比较好，它节约地方，然后呢是硅胶的，也便于收纳，所以我就买了，而且很便宜，好像几毛钱的东西，几毛欧元的东西。你看，可以把它拉起来，这样挺好的，就是比较灵活。我觉得像这种小东西不错，是吧？我买2个，如果好的话，我1个送人。我的鼻子有点痒。另外呢，我买了这个东西，这个其实叫牙签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好像叫牙签，它相当于一个镀铜的，或者是不锈钢的吧。然后你看，就是个牙签。我买这个啊，其实并不是我真的当牙签用，而是我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他说你可以挂在钥匙扣上面，为什么呢？可以防身，真的可以啊！你看，如果是你收到公鸡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这个1欧元，也就是8块钱人民币，包邮了啊。这个不错，而且也可以在野外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来切东西啊，什么都可以，反正挺实用的。我就接受他的建议吧。这个是双面胶，我不知道好不好，因为我家呢我买了4幅那个手绘的画，在德国买的因为我不想打钉啊，在德国买的那种双面胶，一般就隔了1年左右，花了很多钱啊，它也会掉下来。然后在这里呢，我看到网上广告说这个有多好多好，所以呢我就买了1卷试试，反正也不贵，好像1欧元左右吧，几块钱人民币，包邮。还有什么东西呢？啊，这个这个是那个厨房那种纸的那个架子，可以贴到那个橱柜呢下面，然后呢比较节约地方，我就买了。这个是1点多，10来块钱人民币吧，反正我觉得，反正就一次性的吧。这个什么东西啊？啊，这个是那个剪胡子的，剪头发的。哎呦，
剪胡子的、剪头发的，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也不贵啊，反正人民币几十块钱吧，而且是充电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种设计挺土的，但是呢，听说很受欢迎，特别中东人比较喜欢这种，有点像金色的啊。不过它的这个纹路呢是一个佛，是一个观音，所以看上去也不错。就不知道它的那个质量怎么样，反正几欧元的东西嘛，也不可能，好像要充电，要充电才可以，可能没充够电。希望还可以吧，几欧元的东西。还有什么？啊，这个才是蓝牙的，无线蓝牙。这个是4.48欧元买的，也就是30多元人民币。刚才前面我说的，看看到底怎么样啊？我在国内网上买的是20多块钱，22块钱吧，好像吧，3欧元不到。这里是4点多欧元，好像比我在国内买的稍微小一点点。小一点点就表明可能它的那个电池要更小一些吧。然后呢，这里可以自动的充电。哎呦，它真的充电哦！你看，真的充电。到时我再试它的效果怎么样吧。哎呀，可惜它不是 Type C 的这个接口，如果是 Type C 的接口更好。你看现在这个那个收纳盒还不错啊，它还有那个这种数弦，看上去还是挺高档的。4点多欧元，我也没有什么很高的期待了，到时看看到底怎么样。好，然后呢，还有2个这个，我上次呢去古巴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这种小这种男士这种袋子，不过这个是3点多欧元买的，2点多欧元买的，要比我在中国买的15块钱的要质量差，好像差多了，手感我觉得没有那么好。这个袋子看上去就非常的廉价，这是我所有这几样东西当中，我认为呢质量可能手感最不好的就是这个，勉强应该能用，但是呢期望值不要太高。哎呀，毕竟两三欧元的东西啊，也不可能怎么样，对吧？能够放一些小东西，手机啊、钱包都可以。所以出门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应该质量还过得去吧。也就是3点多欧元的东西，就这个。这个应该就是2点多欧元那个，因为我买了2个不同厂家的，这个贵一点，看上去也是质量更好一点。我没有拆，我就知道它的质量更好一些。那我就拆开看啊，确实拿在手里一比较，1分钱1分货，这是2点多欧元的，我猜肯定是这个呢是3点多欧元的，它的质量一看就好很多啊。对，它的做工材料都更好。这个袋子呢也稍微好一点点，稍微好一点点，对。好吧，一共呢，你看我买了这一大堆东西，从中国搬运过来的，相当于中国人帮我代购。然后呢，一共是34.48欧元，相当于多少？30欧元是240块钱，4欧元就30多块钱，275块钱，大概275，买了这么一大堆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是按照德国的物价来说，是很便宜的。你看，光是这个剪子，如果在德国超市里面买啊，就是便宜那种那个电器超市，可能要10欧元、15欧元左右。我认为啊，15欧元吧，可能要100多块钱，光是这个100多块钱了。然后呢，在德国，这顶帽子大概是
10欧元左右吧，10到15欧元，也就是100块钱左右，那就200多了啊。在德国，这个像这个质量的可能要10欧元左右，那就是10欧元、10欧元、20、35欧元，这个45欧元，这是德国的价格啊。这个东西大概20欧元，在德国65欧元。对。然后呢，这个在德国买65，刚才啊，在德国买这个可能要7、8欧元左右，70多欧元。然后呢，这个在德国买可能要10欧元左右，80多欧元。这种小东西在德国起码要1欧元到2欧元左右吧，就是90欧元。像这个可能要3欧元左右吧，96欧元。然后呢，这个4欧元，100欧元左右。也就是如果我在德国买这一堆，至少要花3倍的价格，我猜这样啊。所以这样来说是相当，我是说同等的东西，同等的质量啊，大概要花我这样在中国代购3倍的价格，就这样。所以呢，我对今天，我收到这个快件之后呢，我非常满意，开箱也非常满意。应该是符合我的预期吧。本来我的预期就不高，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很便宜的。对我来说，如果是我在德国买，要花几倍的价格啊，所以这样的话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从它的质量啊，还有特别是它的那个时间，1个礼拜都不到我就收到了，所以呢，特别的惊喜。好了，朋友们，这就是我今天呢在德国通过中国代购呢把货搬运到德国来的经历，是用拼多多海外版的经历。目前来说还是非常正面的。如果是100分是满分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给90分吧，甚至95分。90分应该是比较公平的一个评分吧，从我的内心来说。大家看见了吧？我在海外版拼多多 Temu 上买的这个挂厨房纸的东西，这个架子我已经粘上了，挺方便的，真的。大家看，这是我从中国带过来这个锅，背过来这个锅，对吧？这是我家的厨房，这是我们家的卫生间，大家看啊，淋浴也装上了，也是从海外的拼多多买的这个架子，目前看起来挺好的，这效果。我试了啊，这个角度也能够很好的调节，而且应该质量好像不错，比我原来这个老的好多了。这个是德国70年代的，房子盖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了，非常不好用，所以我不想用它了。但是也不好拆，因为拆的话在这里会看得见打过那个洞的，这是直接粘上去的，我觉得更好。好了，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